我和闺蜜魂穿到古代，她成了太子妃，我当了六皇子妃。太子文武双全，闺蜜是学霸。六皇子虽然能力一般，但和我一样贪吃贪玩，十分相配。我们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骄奢淫逸的生活。然而皇家兄弟终归要走上自相残杀的路。皇帝驾崩，九子夺嫡。身为太子妃的闺蜜沉痛地给我送来一杯毒酒，我大为震惊，杀我干啥？杀六皇子呀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林婉居高临下地将毒酒递过来时，我心跳漏了一拍。18年闺蜜情终究是被封建主义吞噬了。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独立自主的985大学霸依然被皇权富贵荼毒了。人心险恶，什么有钱了包养我都是骗人的。他要我命啊！丧良心的女人！我哭得梨花带雨，抽抽搭搭，虽然理解，但是十分不解。你杀我干什么？去杀六皇子呀！他现在在长安接花鸟阁斗马，很好杀的。林婉嘴角抽了抽，挥挥手叫侍从们退下，只留下了贴身侍女清溪。本宫还有话与六皇子妃说，你们都出去。清场后，他恶狠狠上前给我了一个脑瓜崩，劈头盖脸大骂：你刚才那是什么表情？你看我和看你那个渣男前男友一样，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？你竟然不相信我，你还在心里骂我，你肯定在心里骂我了。你眼睛一翻，我就知道你想什么呢，现在闭上也晚了。只是我，楚小月，我才不，我直接熊抱上去，嘤嘤，我错了，好姐妹，你刚刚太凶了，所以那毒酒不是真的吧？他沉着脸推开我，当然是真的。我呼吸一滞，林婉又凶巴巴道：你先死，我随后就到。我琼瑶式摇头，泪如雨下，不，咱俩都活着不行吗？他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这是假死酒，助你我死遁之用。初穿来之时，我就想到了今日，不论古今，依附别人，到底不如自己立得起来。后续事我都安排好了，你抓紧收拾收拾行李，再睁眼你就到江南了，半个月后我就去和你会合。咱们在江南过咱们的小日子，离这群神经病远一点。我听得懵了一瞬，而后迅速追问：那我能带走我的金银珠宝、大黄狗和小红马吗？他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眼神，放心，我把六皇子府都给你搬过去。我忽然觉得自己真不是东西，抱住他愧疚道：我是个废物，老是拖累你，没有我，你在古代能活得更轻松。他轻声细语：没有你，在这个陌生的时代，我的喜怒哀愁又该向谁倾诉呢？我无比感动，他的侍女清溪却无比幽怨，不能向我倾诉吗？小姐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咱俩白处了。林婉安排周密，我们在江南的小院十分精致。半个月后，他如约而至，我们紧紧相拥，宛如重生。朝中局势依然不明朗，我们暂时只能宅在家中，清溪负责带人昼夜巡视，以保证安全。清溪功夫很好，是林婉5年前救下的孤女，也是我和林婉名副其实的小三。我们经常暗地里互相给对方白眼。江南的菜偏清淡，我们都是北方人，喜欢浓油赤酱。于是这些天都是我亲自下厨，红烧肉、麻辣猪蹄、土豆牛腩、鸳鸯火锅，吃得清溪满嘴流油。平日里对林婉的恭维都分了一半给我。楚小姐，你不愧是我家小姐最好的朋友，人不可貌相，您果真不是一无是处。我一筷子夹走他碗里的最后一块红烧肉，塞进嘴里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给他。清溪气得跳脚。女人间的战争一触即发。吵闹过后，我俩这才发现林婉整个过程一言不发，目光呆滞的机械咀嚼一根无人问津的青菜。我沉默下来，轻声问：婉儿，你是不是在想太子？太子文武双全，年轻有为，关键长得还很像我们高中时的校草，比吴彦祖还帅。林婉如果不走，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，只要不谋反，不管怎样也不会活得很惨。林婉愣了愣，面露无奈：你瞎想什么呢？他让我杀你诶，他再怎么举世无双，我都不会要他，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男人抛弃咱们18年的友谊？我疯了！那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我给你做的好吃的都被我和清溪吃了。他皱了皱眉，我感觉哪里不对劲。
你当时的怀疑有道理，太子杀六皇子就行了，何必连你一起杀？我思索一番，你和我关系好，他是不是怕你站在六皇子这边，故意试探你？清溪咦了一声，道：太子不是这种人。我横他一眼，你哪边的？你替他说话。清溪撇撇嘴，他一般对怀疑的人都会格杀勿论，绝不浪费时间试探。我闭嘴了。林婉烦躁地靠后小气，算了，应该是我想多了。半个月后，太子登基，大赦天下，却偏偏杀了和他关系最好的三皇子，枭首示众。我们等来等去，也没等到六皇子的死讯。清溪没了耐性，出门去打探消息。他回来后，满脸欲言又止。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他才说了出来。六皇子不仅没死，还被封了王。三皇子被杀是因为他冒充太子，给太子妃下了赐死六皇子妃的旨意，就是为了挑起太子和六皇子的争斗。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，但是现在大家以为太子妃有愧于六皇子夫妇才自焚身亡的，太子殿下痛不欲生，六皇子也整日在府中哭嚎。我沉思一下，他是得哭。府上最值钱的宝物都被我搬空了，大黄和小红也陪我来了江南，他能不哭吗？怪不好意思的。林婉也是如此。我直戳戳问，怎么办？要回去吗？林婉眼角有些发红，依旧道，不，好不容易的还自由身，我才不要回去和一群女人共享一个男人，这样收场也算体面。我点点头，双手赞同。我一直想开一家小饭馆，卖我精心烹饪的独一无二的饭菜。在现代时，工作忙，没时间做六皇子妃，又碍于身份，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。说干就干，我的私房菜馆很快开张了，招牌菜是麻辣烫和旋转小火锅。麻辣烫成本低，食材丰富，价格便宜，受众群体主要是船夫、车夫等底层百姓。我们有的是钱，所以我不为挣钱，就想多沾沾人间烟火气。旋转小火锅仿了现在流行的曲水流觞宴，主要招待以文会友的年轻书生和图新鲜的漂亮小姐姐，不为别的，主要是养眼。林婉忙着将现代知识汇集成册，以防自己忘掉。其实他之前已经记下了很多，整理的差不多后，他着手开了一家女子学堂，学生不仅不需要教束修，成绩优异者还能拿到优学金。一些家境还算可以的百姓陆续将女儿送进了学堂。林夫子的名声渐渐在小范围内传开了。清溪开了家武馆，但他不收徒弟，就只当个幕后老板，原因是他脾气暴躁。最开始教的几个弟子差点被他打骨折，后来在我们的劝说下，他请了几位武师傅教习，自己偶尔出来耍个剑，收获一片惊呼声，再心满意足地离去。我劝他改行耍杂技，更能满足他爱显摆的心理，但是他不愿意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简单而幸福。某日打烊后，我和清溪照旧接林婉下学，天色已晚，我们一路吵闹着回家。经过一个胡同时，前方一人挡住了我们的路。我礼貌道：请让一让。他不动。清溪挑眉：再不动老子砍了你。昏暗之中，那人双眸有微光流过，他清了清嗓子，直直看向我们三人正中的林婉。他道：敢问姑娘会做琉璃盏吗？林婉牵着我的手陡然一僵，这声音是太子。我拉着林婉转头就跑，迎面便撞上了一人。他双目猩红，吼道声嘶力竭：楚月，你为什么拐走我的大黄和小红？耳朵要聋了。我和这纨绔吵了起来。什么你的大黄和小红？大黄最喜欢的肉骨头是谁给他炖的？小黄那么干净，是谁给他洗的？把他俩放咱们中间不拴绳，你看他们和谁走？瞿晨被我吼得瞠目结舌，手指着我，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。我叉腰瞪了回去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老娘撒泼吗？他身形摇摇欲坠，似乎被我伤得不轻。你从前那么温柔，都是骗人的。那些情爱与时光，难道都是我错付了？我听得十分好笑。情爱？我们之间什么时候有过情爱？你忘了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吗？你不想娶妻，我不想嫁给老男人，你我这才凑合的。这几年我替你操持府中上下，帮你养你的一大群稀奇古怪又面目可憎。
不知道你从哪搜罗来的丑东西，我有多辛苦，你问过一句吗？我被你的小花蛇咬了15次，差点被你的穿山甲顶死，还有那个死猴子。他抢走我那么大一颗闪闪发光的夜明珠，你当时是怎么说的？你说让我不要与他计较。我呸！第二天我就把你朝关上的东珠抠下来扔他笼子里了。你被你哥骂成鹌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不要计较了？你天天在外惹是生非，我替你道了多少次歉，赔了多少次礼。你知道全京都的贵妇人都用怜悯的眼神看我吗？还有你那张馋嘴我都不想说，哪回你不是闻着味儿过来，吃得一干二净再走？我在自己家做饭还要偷偷摸摸的。还有九王夺嫡那么危险的时候，你把我一个人放家，连护卫都没派给我几个，就去了花鸟阁斗马。你根本不在意我的死活，就连现在我活生生站在你面前，你最先问的竟然是大黄和小红。我说完了。瞿晨十分慌乱，手足无措。不是这样的。一道清冷的声音打断了他，住嘴！太子斥道，你顽劣不堪，竟然如此伤害弟妹的心，还连累你皇嫂为你奔波，果真是皮紧了。太子挥挥手，立刻出来2个暗卫，将瞿晨拖死狗一样拖了下去，接着就传来一阵凄惨的棍棒打肉的声音。太子对着林婉道，老三甲传我的旨意，害你和弟妹吃了这么多苦，抱歉。现在已尘埃落定，你们和我回去吧。林婉沉默。太子轻声道，我没有不良嗜好，不曾像六弟一样让夫人操心。林婉点点头，没错。太子又道，府上大事小事我都有过问，不曾让你同六弟妹一样辛苦。确实如此。太子，父皇驾崩后，我将自己的贴身暗卫分拨给你，京都各方刺客都进不得你身。林婉面无表情，你对我很好。太子声音更低了，不，我不够好，所以你要离开我。林婉轻声笑了。我打了个哆嗦。他说，你我是先皇赐婚，你心中的太子妃人选并不是我，而是赵太傅的第4女，不是吗？新婚前3日，你不曾入我房门一步，第4天看见了我的容貌，发现我与赵四小姐颇为相像，你才愿意在人前人后同我扮演恩爱夫妻。太子的脸色肉眼可见的苍白下去。林婉接着说，婉婉泪倾的故事我听过见过，我并不为此伤心难过，更不觉得你对不起我。我执意离开你，是因为你有雄才大略，我何尝不是胸有丘壑。我如果继续做你的皇后，就只能在宫墙内度过余生，替你照顾你的妾室和子女，替你安抚前朝后宫，做一个无可挑剔的尊贵的附属品。瞿胜，我不愿意。我所犯欺君之罪，甘愿受死，万请陛下饶恕楚月与清溪。林婉说罢要跪，瞿胜抬手拦住。婉儿，若你回心转意同我回宫，朕不会怪罪任何人。鸦雀无声。就在此时，一直隐形的清溪忽然扔出一个烟雾弹，霎时粉尘扑面。清溪一手一个我和林婉，施展轻功飞速逃离，嘴里还骂骂咧咧，朕你个头！林婉运气比我好一点，她穿成了丞相府的小姐，林相爱女如命，为林婉定下了全天下最好的婚事。林婉博学多才，深受林相和帝后的喜爱，嫁人后与太子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。我穿成了礼部侍郎的庶女，嫡母狠厉，我长受搓磨。若不是一次百花宴被林婉认出，怕是会同原身一样早逝。在她的牵线下，我和六皇子一见倾心，顺利成了亲。不用嫁给嫡母安排的老男人，我很是松了一口气。六皇子年轻又英俊，回门那日又发落了嫡母和嫡妹，狠狠替我报复了回去。我是感激他的，也愿意做好六皇子妃。可后来我发现世事不如人所愿，六皇子成了亲，有了让帝后和太子放心的资本，更加肆无忌惮起来。各种宠物买而不养是日常，斗鸡、斗马，花钱大手大脚也是习惯。我天天追在他屁股后面收拾烂摊子，在帝后和太子面前替他遮掩，替他向得罪的兄弟和大臣赔礼道歉，替他还种种赊欠的账款。因为他投资眼光和经营能力实在有限，名下商铺大都入不敷出。我没有什么嫁妆，皇宫年节下送来的赏赐大都不能变现，所以我日子过得没有那么光鲜亮丽，偶尔还要林婉补贴。
我依旧觉得值得。直到他被人蒙骗，受贿了3万两白银被告发后，皇帝勃然大怒，却要治我一个不知劝诫之罪。林婉和太子查清了真相，才将我从鬼门关拉回来。我被吓得不轻，几天没和他说话。他从心虚讨好到气急败坏，在一天夜里喝得酩酊大醉，借着酒意说出了平日缄口不言的心里话。若不是当时我救下你，你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，你凭什么敢和我甩脸子？是我给你吃喝，给你庇护之所，你为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我一不纳妾，二不逛花楼，我够给你脸面了，你满京都打听打听去。像我这样洁身自好的男人有几个？我几个哥哥哪个不是妻妾成群？楚月，你别蹬鼻子上天！我气到指节泛白，泪水像珠子一样大颗大颗的滚落。穿来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我差点忘了，这是个男尊女卑，以夫为纲的时代。林婉的日子也很不好过。她作为大昭第2尊贵的女人，一举一动都受人注目。嫁人前她的才华是堪配太子的资本，嫁人后就被指责光芒太盛，不懂尊卑。她费尽心思为太子做的琉璃盏，成了她擅妒钻营的罪证。太子妃最重要的是德，而不是才，她因此被皇后罚抄了1个月的女训。瞿盛不曾为她说过一句话。她决定要逃离，我跟她一起走。狡兔3窟，林婉不仅在江南安置了住处，天南海北皆有可落脚之地。只是宅院里的行李来不及收拾了，好在大黄机灵，见我们久久没回家，用嘴牵了小红从后门溜了，在老地方等我们。只不过我们刚出城不远，就被人绊住了脚。字面意义上的。月黑风高，我跑得慢，路上不平，一下子就被绊倒了。回身一摸，那东西还是热乎的，吓得我一激灵，摸了火折子一看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下意识地揪住林婉的裙角。妈耶，你老公！我和林婉震惊于太子满头的血时，清溪使劲扒拉我的肩。我回头去看，他朝草丛那边正孤勇的不明物体努了努嘴，你老公也在那儿。瞿晨还是没死透，他一边虚弱的痛哭，一边努力朝我们爬，最后抱住林婉的大腿不放。皇嫂，救救我呀！皇嫂，有刺客追杀皇兄，连累我差点去见我爹，呜呜呜，太可怕了。俗话说长嫂如母，您不管我哥可以，可别丢下我呀。我简直无语死了，一把捂住他的嘴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这么鬼哭狼嚎，岂不是要把刺客引过来？林婉当机立断，决定先回家再说。清溪翻着白眼，将太子甩在小红身上，惹得瞿晨又一阵惊叫：轻点啊，大姐，我哥还有气儿呢。我们3个齐齐瞪了他一眼，看他憋屈地闭上了嘴，这才悄摸地于夜色间踏上回城。然而天有绝人之路，还没走出1里，追踪而来的黑衣刺客就将我们围住了。清溪先发制人，一个旋身迎了上去，以一敌十不落下风。但我俩不会武功，瞿晨受了伤，他哥生死不明，都是拖累。情急之下，大黄猛地窜了出去，飞跃出一道健美的弧线，直接咬断了一个刺客的脖子。而后仰天长长狼嚎一声，远方的狗叫声随即此起彼伏地传来。不多时，从4面8方飞奔而来的众多大黄的狗兄狗弟，单看数目我们就已经赢了。刺客没和狗打过架，明显招架不住。清溪和大黄配合密切，趁此赶尽杀绝，一个活口没留。汪汪队立大功！瞿晨抱着大黄的狗头抹眼泪，我的大黄哟，爹真是没白疼你，不枉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着大。我真是受够了他张口就来的瞎话，揪着他的耳朵踹了一脚。大黄也嫌弃地甩了甩脑袋，蹭了蹭我的手，咧嘴吐着舌头，气喘吁吁。我揉了揉他的头，回去给他炖骨头。今夜来回折腾了许久，回到家又要给瞿盛治伤。他受伤时间太久，失血过多，又有些感染，现在高烧不退，面色苍白，情况很不好。我们守着他，一夜未眠。他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。王朝动荡，受苦受难的是百姓，所以他不能死。好在他身体一向康健，封建迷信的瞿晨为他叫了一夜的魂。待天明时，他脸色好看了许多，只是人还没醒。医师说他可能要昏迷一段时间，这些日子需要人好生看顾。瞿晨趁机赖下不走，趴在床边，
口口声声要和他皇嫂一起照顾他哥。林婉冷漠地打断他，我已经不是你皇嫂了。瞿晨眼泪汪汪，我哥可以不是我哥，但皇嫂永远是我皇嫂。他发誓又赌咒保证吃得少干得多，我们才忍了下来。毕竟让他去京都送信，以他的脑子绝不会活着走出江南城。林婉给林相去了信，请他加紧派人派御医来江南，将他们兄弟俩接走。当初假死脱身，林相是默许同意的。女儿过得不快活，他终日懊恼。听瞿晨招供，他们此次南行没有告知任何人，而是骗众大臣说去皇陵祭拜先帝。现在朝中是林相监国，太后摄政。林婉有些焦虑，完蛋了，让我爹监国是怎么想的？他再完行几天，我爹能瘫得他裤衩子都不剩，到时候我假死的便真死了。我十分恨铁不成钢，你这个士大夫忠君爱国的品质能不能改一改？换个思路，咱就不能和咱爹一起造反吗？你直接当皇太女，随便再封我个官做做。清溪难得附和我，就是我想做征北大将军。瞿晨在一旁弱弱发问，请问你们是没把我当人吗？大黄适时地汪了一声，我趁机又踹了他一脚，他不敢反抗，委屈地瘪了瘪嘴。几天后，我们收到了林相的飞鸽传书，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余孽未清，少安勿躁，稳住，回辽。瞿晨率先跳脚，林相是不管我们了吗？他不会真要造反吧？皇嫂，我可提前说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你弟，你可得跟我林叔求情，让他别削我的爵。林婉根本不想搭理他，我是真的服了，拍拍他的肩，有你是你哥的福气。他激动的要来握我的手，我其实跟夫人混也可以。滚！林婉说林相考虑周到，大张旗鼓派人南下，反而更容易让瞿胜暴露，不如偷偷养伤，等恢复后再说。那日的刺客没留下活口，加上三皇子已死，他的余党翻不起太大风浪，也没有那么多人力精力将江南城翻一遍，所以我们的宅院还是十分安全的。为了不让邻里生疑，我们像往常一样生活。林婉比平时更累一些，他不放心瞿晨的手力和莽劲儿，故而照顾瞿胜的活大都落在了他身上。我看不得瞿晨闲着，给他做了个口罩，换了一身粗布衣裳，让他给我当店小二去。没干几天，这金尊玉贵的龙子凤孙就瘦了一圈。但他天生精力旺盛，做事也专注，不但没喊累，还干得乐此不疲。就是后厨的菜老被他偷吃，且收集宠物的癖好又被他重新拾了起来。他舍不得将洗菜时洗出的虫子弄死，所以找了个木盒子好生养着。不过这回不用我操心了，他自己找新鲜的菜叶喂给他们，每天兴高采烈地和我分享哪只长得更大了些。他很能从简单的事情里获得快乐，这一点我们其实很像。几天后的一个午间，我的店出了点小事。上菜时我被一个男子言语调戏，他见我没搭理，手上竟然不安分起来。我当皇子妃久了，没被这样欺辱过，当即一个托盘盖了上去，他被砸得大叫一声，面目狰狞地朝我扑过来。我灵活避开，转身朝后厨逃去，拾起桌案上的东西就往他身上砸。有什么砸什么，但在我拾起瞿晨养虫子的木盒时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放下了。这么一愣神的功夫，那男子离我更近了一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砍柴回来的瞿晨像一只猛兽一样冲了过来，一头将他撞倒在地，握紧拳头狠狠砸下。我惊魂未定，看着沉默着挥舞拳头的瞿晨，呆愣在原地。那男子很快昏了过去，我忙上前拦住瞿晨。他力气出乎意料的大，我竟拉不住他，一惊讶于他眼底的风靡。瞿晨，够了！他方才回过神来，回身愣了愣，紧紧将我抱住，胸前剧烈起伏，大口喘息。在京都时，他打架从不用自己动手，这是第一次。我轻轻拍了下他后背，等他平静下来，再为他仔细包扎身上的伤口。手上伤得不轻，这几天可能砍不了柴了。我开玩笑道，表现不错，给你放几天假。一滴滚烫的泪忽然掉在我手上。瞿晨安静而认真地看着我，难得一本正经。夫人，我错了，我荒诞不羁，天天惹是生非，劳累你辛苦，不曾关心你一句。我贪图享乐，事事随心所欲，拖累你收拾残局，
不曾替你分担一丝一毫。我权势地位皆是父兄所赐，轻如云烟，生死关头，反要你替我挡在前面。我大错特错，心知后悔无用，但我愿诚心补过。夫人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良久沉默，他哭着哭着，自嘲地笑了。从前你做的新鲜饭食，我总是第一个吃到的，那时候特别心安理得，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。现在吃不到了，才知我到底错过了什么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殿下，你说的这些，我早已释怀了。又过了小半个月，三皇子的余党已被林相清剿干净，御林军分散在江南城各地，等着接瞿胜回銮。可瞿胜一点转醒的架势都没有。御医一天看脉7、8次，都说应该快醒了，让我们再等等。林婉吉的嘴角起了一个大泡，人不能一直吃流食，他躺的时间太久，之后醒了也不好恢复的。我觉得他瞎操心，瞿胜毕竟是皇帝，那么多御医守着，能有什么事？便劝他有这么多人看护，不会有事的，咱们先去吃饭吧。林婉眉宇奄奄，他要是病病恹恹的，我怕我那老当益壮的爹按捺不住。清溪眼睛顿时亮了，他还惦记着当征北大将军呢。这时瞿晨跨进了屋内，他这些日子沉默了许多，精神气消散了不少。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他哥，瞿晨道：我这些日子做工赚了不少钱，想请你们出去吃一顿，以表感谢。我皱起眉，我刚做好饭。清溪却一口答应下来，有人请客，干嘛还在家吃？出去吃，去最贵的酒楼。走！他力气大，拽着我和林婉就走，瞿晨紧随其后。出了院门，瞿晨顿住脚步，竖起食指在嘴前做了个虚的手势，另一只手又指了指他哥的房间，眨了眨眼。我瞬间了然，绕路从后门进去，我们几人屏息凝神，悄摸来到花厅外，探头去看，顿时火大。刚刚还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瞿胜，现在正在餐桌前大快朵颐，每道菜都只吃一点，叫人看不出动过的痕迹。气死我了，我到底吃了他多少顿剩饭？我戳了戳林婉，没好气道：你的病恹恹的好老公，你看他能吃一头牛？林婉面色沉了下来，他大步走进去，动静不小。瞿胜吓成了瞿晨，赶忙跳离了桌面。婉儿，我说我刚醒，你会信吗？林婉的目光在饭桌和瞿胜身上扫视一番，而后冷笑一声，拂袖离去。我走进去，朝他冷哼一声。清溪翻着白眼，冷哼一声。瞿晨也冷哼了一声，却被他哥一脚踹翻。小兔崽子，你长本事了，敢算计我！我平日里还是打得你太轻。我夫人不肯原谅我，你却诡计多端，天天享受皇嫂的照顾，我不平衡。好，不平衡是吧？我今天非打得你四肢平衡。父皇母后到底做了什么孽，生出你这个逆子？看完热闹后，我发现林婉不见了，找了一圈，最后在万花楼找到了他。他喝得酩酊大醉，还点了2个伶人作陪。见我进来，他大手一挥：来人，给我姐妹上男人，要胸肌最大最帅的。我满头黑线，谢谢他还想着我。我夺过他的酒杯，强行给他喂了几颗葡萄。他嬉笑着歪倒在我肩上，醉醺醺道：美人儿啊，还是你最得我心。我叹了口气：婉儿，你想哭就哭吧，别憋着了。他眉眼含笑，呆呆沉默了许久。就在我以为他要睡着了时，他突然发问：你还会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？我懵了一瞬。他又道：楚小月，我想家了。我的这个心弦一下被弹乱了。当夜，林婉亲自教了伶人国歌和强军战歌的乐谱，我俩对着琵琶吼唱了大半夜。下半夜困了，林婉非闹着点个美男陪睡，我只好依他，点了10几个清官人叫他挑。我俩困极了，强睁着双眼一个个看过，看到最后一个，我揉了揉眼睛，迷糊着问：这个男的怎么长得像你老公？林婉黑下脸：别提那个狗东西。狗东西面色一僵，轻咳了一声。我清醒几分，拉着林婉后退几步。这个穿着暴露的男人还真是瞿胜。他似乎做了很大的心理建设，向前迈了一步，猝不及防地给林婉跪下：婉儿，你娶了我吧，
我愿意做妾。And 大半夜见鬼了。林婉走到窗边，对着星象看了许久，叹了口气。陛下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你我之间的嫌隙，不是3言2语就能化解的。更何况我的事业刚刚开始，我不可能现在离开。不若我们定下一个5年之约，你允我在江南开办女子学堂。5年之后，我定为大诏奉上一众女进士，届时我亦会回宫，辅佐陛下千秋万岁。瞿胜目光灼灼，好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圣驾回銮之日，瞿臣久久不愿离去。瞿胜又踹了他一脚，他才1步3回头地走了。马蹄声远去，扬起的尘埃复归平静。我转身要走之际，远方的马蹄声又响起，渐渐朝我们逼近。瞿臣驾马疾驰，在我身前停下，郑重道：“夫人，我会做出改变的，我在京都等你。还有一件事我想解释。那日我去花鸟阁斗马，是见你喜欢小红，想再为你赢回来一匹小黑，但是我输了，对不起。”说完，他又面红耳赤的急匆匆去追他哥了。我心弦微动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林婉附上我的手，轻轻拍了拍，清晰却感到十分不解，他怎么这么莫名其妙？脑子还没治好呢。在江南的第1年，瞿胜颁布新的政令，单设女子科举，令女子也可入朝为官，参涉政事。此政令一下，朝野巨乱，反对之声滔滔不绝。林相第一个支持，天天和那群比他年轻的迂腐之徒对骂不休。朝堂上骂不够，还跑去人家家里骂，骂累了就往厅前来一趟碰瓷。众官员招架不住，何况他们自家女儿也是受益者，渐渐也就不再抵触。某一日，大理寺卿在上朝时拔下了发簪，一头乌发垂了下来，众人大惊。大理寺卿跪于殿前，陈情自己本是女儿身，女扮男装入了朝堂。如今新的政令已下，他不愿也不敢再隐瞒。他在尉时功勋着着，办了不少奇案大案，功过相抵，瞿胜赦免了他的死罪，还让他继续任职。此事一出，更激起了天下女子的向学之心。女子与男子同席议事，指日可待矣。瞿臣不再无所事事，自己接了全城巡访的差事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因为没有精力照顾宠物，他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将稀奇古怪的动物们放归了山林。但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，那死猴子过惯了有人伺候的日子，不肯自力更生，又带着同被抛弃的难兄难弟大摇大摆地回来了。穿山甲支流大而显眼，自然好抓，可那些蛇虫却跑得全城都是。瞿臣被他哥杖责了30，拖着病体挨家挨户的捕蛇捉虫。后半年，大理寺接的最多的案子就是家里闹蛇，请求支援。因为忙着抓蛇，闹事发案的人都少了，怎么不算另一种安定呢？第2年，瞿胜改良了林婉写下的火药制作方法，研发了威力更强的火铳和炸药，军备力量更上一层楼。第3年，林婉的学生有几个通过了科举，渐渐在朝堂上崭露头角。第4年，瞿臣抓完蛇了，赵四小姐中了进士，现在在大理寺卿手下做事，听说2人关系甚密。第5年，京都里传来了林相与太后的闲话，林婉忍无可忍，派人将他爹打晕，偷来了江南。2人大吵一架，林相中气十足，面色红润，越活越年轻。太后怎么了？太后又怎么了？她是最尊贵的寡妇，我也是权势最盛的官夫啊，我俩没招你惹你。林婉气得手直颤，您没招我，但先帝的棺材板要压不住了。林相不屑地一笑，又觉得好笑，仰天大笑起来。林婉安静下来沉思许久，他说：“爹，我带您回我的家吧，留您一个人在这儿，您肯定躲不过抄家灭族。”林相一道：“你家？”林婉点点头，那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时代，那是一个文化自由、百花齐放的时代，那里没有战争，山河无恙，国泰民安。林相大惊失色，打住！你爹我勤勤恳恳钻营到如今的高位，你让我去过人人平等、没人伺候的日子，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我不去。林婉平静道：“由不得您。”林相眼珠一转，老泪纵横：“你占了我女儿的身体，我都没怪你。好吃好喝把你养那么大，
你现在恩将仇报，把我害呀，没良心哟。林婉十分头疼，爹，不是说好不提这件事吗？我说过了，我不是占了你女儿的身体，我就是你女儿，只不过是你许多年后的女儿，替这辈子英年早逝的我来尽孝了。别耗了。林婉将林相锁在了屋内，一脸疲惫的出来。我和清溪好整以暇的并排等他。我早就知道了林婉的打算，我们是因为七星连珠的意象才穿到了古代，等意象再现时，我们才能回去。本以为没有希望，但那天在万花楼，林婉忽见星象有异，推演一番后，确定在今年的7月意象会再现，就在10天后。所以他与瞿盛定下的5年之约，不过是缓兵之计。今夜，清溪再一次询问：小姐，你们那个时代真的人人平等，国泰民安吗？这5年来，他问了整整1300次，这是第1301次。林婉再度坚定地点了点头，反问他：你决定好了吗？我提起了心。清溪笑起，亦十分坚定，决定好了。我不跟你们走。为什么？我脱口而问。他望向北方，负手而立，声音前所未有的温柔，眼中闪着一抹诗意的光芒。他轻声说：匈奴未灭，先辈不流血牺牲，后人哪得平安？我属于我的时代，我有大事未尽，不能离开。我心口一滞，带起隐隐的疼。而后他拎起长枪，牵出自己的战马，朝我们拱手道：江南的水汽太盛，我的枪要生锈了，这就去漠北给他开开光。清溪遥祝2位长乐未央。林婉摘下贴身玉佩，放在清溪手中，轻声道：再见，祝你封狼居胥，功德圆满。10天之后，七星连珠渐渐显现。林相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女儿啊，你爹也有大事未尽啊。林婉微笑道：别担心了，爹，你贪污的银子我已着人还给户部了。林相彻底破防，逆女，你这个逆女！在他的叫嚷声中，天光大盛。离去之际，我隐隐听见了远方传来的马蹄声。番外，穿到古代前，林婉的公司已小有起色。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，现代的时间线并没有变，就好像做了一场转瞬即逝的梦。我继续朝9晚5地上着那个破班，不过因为林婉挣了很多钱，我的生活也算有滋有味。林相很快适应了现代生活，迷上了上网，还当了一个历史贴吧的楼主，晚上再去和大妈们跳广场舞。听他说，其中有一位很像太后娘娘。我和林婉哭笑不得。林婉工作越来越忙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有时间聚一聚。那次我突发奇想，拉着她去了我们市的博物馆。虽然我对展品并不感冒，但这里的氛围让我觉得恍如隔世，十分舒服。逛了一会儿，林婉顿了脚步，她拉住我，颤抖地指向对面的展品：你看，这像不像我送给清溪的玉佩？玉佩下方的介绍是女将军随身玉佩。我惊喜地跳起来：是，就是。从博物馆出来，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怎么走到了一个不知名的胡同，明明没有来过，我们却莫名熟悉。忽然，前方突然凭空出现了2个人，吓了我们一跳。睁大眼去看，妈耶，咋是他们兄弟俩？瞿晨双目通红，声音哽咽：楚月，你又拐走了我的大黄和小红。瞿盛脸色也很差。我和林婉对视一眼，默契道：跑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